老子骑的坐骑，它根本就不是大青牛，而是华夏的一种上古瑞兽姒。在《山海经》的海内南经中，对姒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姒啊长得像野牛，但是是青色的，头上有一根角，而且姒呢是每逢天下将盛而现世出。也就是说，姒这种瑞兽在现世的时候，正好是天下要兴盛的时候。这一点啊还真有点怪异，因为这个老子骑了个大青牛西出函谷关的时间呢，大概是公元前485年。此后，华夏历史上便迎来了特别辉煌的一段时间，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段时间。在同样的时间节点上，西方还出现了柏拉图、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这样影响人类1000年的圣人，所以这段时间呢，确实是有点偏向盛世的感觉。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思想文明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高度。那么问题来了，老子为什么会在盛世来临前夕而选择离开呢？这一切啊，还需要从老子的身世开始讲起。传说老子有好多个名字，其中一个呢说老子姓李名耳，还有一种说法说老子姓厉名真。厉真这个名字啊，就是和易经有很大的渊源，因为厉真在易经当中它经常出现，比如说元亨利贞，普遍的人把这种厉真解释为好运。看了易经之后，你会发现这种解释它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有的时候厉真这两个字它不是合体而出现的。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样一种猜测，就是说厉和真可能都没有实际的含义，而是一种代号，比如说这个厉真可能代表01号，别的呢就代表02号。所以细思极恐的这一点就来了，如果说老子的名字真的是一个代号，难道老子真的是天神派到人间的这种人工智能01号吗？这个可不是凭空想象，还真的有一个关于道教的传说。道教普遍认为啊，老子就是太上老君在商周时期的化身，下到凡间来传播智慧，度人无数。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太上老君的形象和老子出函谷关的形象基本上是一致的。有人说老子的思想领先当时人类数千年，几千年来呢，大家对老子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最接近于神的存在，但是也有人说他是历史上的一颗毒瘤，比如梁启超，他说老子荼毒了中华文化2000多年。但是真实的历史它并非如此，虽然我们可以从老子留下的《道德经》中看到很多关于教人无为、不争、顺其自然、遵循天道和类似于儒家仁义的一种思想，而自从到了1971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汉朝初期的《道德经》文字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传世版《道德经》都是被篡改的版本。《道德经》一共5000字，81个章节，居然被改写了700多处细节。荼毒我们文化的不是老子，而是历代的君王。真实的道德经也根本不叫道德经，而是德在前，道在后。德是人的修为，道是自然的规律。不要小看这顺序不同啊，这表达的意思根本就不一样。德在前是人的修为极为关键，然后再看是否符合自然的规律。而篡改之后的道在前，表达的意思啊，几乎和努力没有什么关系。天道才是人成功失败的重要因素，而德在前更主张的是个人修为，道在前主张的是顺应天命。而我们平时看的书上写着大器晚成，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大器免成。原来老子的意愿和坚持、福报、大器晚成这种心灵鸡汤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是给不作为的年轻人找了借口。而说真正的大器啊，他是不断的成长自己，他不认为自己已经成了大器。说白了，没有成功，只有成长。你一旦成功了，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句号，而大器免成是永远都在成长，始终都有希望，始终都有未来，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境界。而我们的书中还写着曲则全，枉则直，而帛书上写着曲则金，枉则定。这个可就不是两种境界了，而是塑造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原来老子他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而是想让我们勇敢的面对。想让我们委曲求全的是篡改《道德经》的人。我们的书中还写着语善人，言善信，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愚善信。读过诸子百家的人都会知道，道家的庄子还有墨家文化对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非常的反感。为什么还会在《道德经》中出现这种主张仁义的话呢？庄子就说过，仁义都是鬼话，是把圣人的故意大道掩盖之后拿出来编造人的东西，所以我们读了2000多年都没有整明白。结果帛书出土之后啊，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里说的愚善信呢，整句话的意思和原本的仁义基本没有什么关系。想让我们变得仁义的还是篡改《道德经》的人。再比如我们书上写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句话后人学了2000多年的典范，而帛书上却写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敬。原来老子的意思啊，根本就是和不争、逃避它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说无为它不是不为，是内心无论掀起多大的波澜，表面要像水一样处于一种静的状态。所以老子的智慧啊，想向后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或许在帛书中才能找到原型。
他不仅看透宇宙和世界的真相，还悟出了无数的道理，这让历代的君王有了很大的反感。因为君王的希望是底层百姓不要太聪明，每天吃饱饭活着就行，也不要有任何的想法。所以如果让普通人领悟到道家的智慧，拥有了看透真相的能力，那儒家的等级分化、愚民育民的手段就彻底失效了。就仅凭这一点，也是让后来篡改《道德经》700多处的真正目的。而帛书《道德经》的出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道德经》的本来面貌。而对于帛书版《道德经》，现在的学术界依然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愿意打破长久以来的固有思想，就连名字也要叫《道德经》才可以出版。而书中的内容呢，都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内容，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它不仅内容很全，还有和传世《道德经》做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两者的区别和反应。所以这本书啊，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极力推荐给大家。